这个议题哦，就是中配的身份证的问题，取得台湾身份证的问题哦。因为前一段时间立法院在野党打算要修法，然后要把6年改4年，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社会舆论上面很反对，然后后来就好像收敛了，就没有提，最近又要提了。所以现在看起来，最后这几天的立法院院会有可能会突破这个法案。中配6年改4年就可以拿到台湾身份证嘞。这件事情怎么？陆委会的态度是？其实这个案子真的是吵了很久了。我们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追溯到好几年前就曾经有吵过哈。那显然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来讲，社会上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了。那我们还是要呼吁了哈，就是说以现在来讲啊，这个问题是不是迫在眉睫，必须要处理？它是不是真的对应一些民生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如果它的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的迫在眉睫，你如果不马上处理，就有些人会受伤受害的话，我们还是要强调那个原则哈。那如果没有明显而立即的这种伤害性的原则的话，那这些是不是等到社会有共识再来去做？这是第一个哈。那显然还没有那么明显而立即的伤害到一些人哈，所以可以慢慢的等到社会再有共识来做。我们如果3年5年都等了，为什么一定这个会期等不了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持平的来讲，就是这个实习所看到的这一张上面来说，这黄捷的制表，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其实中配陆配它能够享受到的好处，或者是它能够比较简化的那样子的一个手续是比外配来的多很多是真的。所以比如说它不需要规划，他不需要放弃国籍，他不需要考试等等很多，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来讲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纠结在这个6年改4年？为什么不去想想看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外配来讲甚至是比陆配的6年还要来得更多。所以你要说我们是真的有针对中配或陆配歧视他们吗？没有，特别宽松并没有，我们在其他的条件是宽松，对，就只有在这个年限上。所以好啦，我们这个年限上不是不能讨论，但就还是拉回来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可以等到社会上或者说两岸关系稍微和缓一点的时候，那当我们现在注意到说，其实中共一方面对我们越来越收紧压力越来越巨大，二方面我们还不断的一直呼吁我们要解除禁团令啦，要降低橙色警戒。像这个事情来讲的话，甚至是要说再更宽松的去开放这个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这个条件的话，那其实在国际舆论上面来讲会有一点点看不动、看不下去。我们也受到很多国际的这个友人来询问甚至是国会议员来问，就说，其实北京不是一直在对你们施压吗？然后你还要降低它的年限。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个东西是不是迫在眉睫，一定要做？如果它3年5年都可以等了这个议题表示说台湾社会还没有共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呼吁一下朝野政党，先处理一些民生议题，这种政治议题了解，对，是觉得，然后他就出来抗议。然后呢，如果民众党的立法委员真的是2年要换一批的话，现在的一个备位的立委。他也是陆配，是那所以应该的程序说，那你要放弃中国籍。请问，放弃中国籍这件程序上面，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困难？他就回国，但是他如果回国说他要去办理一个放弃中国国籍的话，恐怕对岸也不会允许。所以我们这样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国籍法修订了很多次。那我们现在是避免出现说你呈现作为一个公职人员，而且还是中央的民代他如果说有出现因为双重国籍而产生忠诚度效忠产生混淆的这个情况，我们当然要防止。所以我们不是针对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要求他一定要放弃，你日本、美国也要放弃啊，对，一样的啊，我们的标准是一样的基于忠诚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原则的话，你要放弃他国的国籍，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这也不是我们这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要这样做，国民党执政也必须要这样子做，法律就是这样法律是不分蓝绿的，所以没有特别挑他们出来，并没有。所以美国籍的也放弃了，英国籍也放弃，加拿大籍枫叶卡的也放弃了。是啊，是。好，然后呢，这个是你在这个前不久的演讲当中特别提到，所以金门是一个他们中国第一个想要实施1国2制的这个示范区我们是这样判断就是他不会，因为1国2制在台湾完全没市场，他不会这样说了，可是他会这样做就像统战一样他不说，可是他做1国2制，他当然会希望说，因为香港已经失败了嘛，被他玩坏掉了。那他本来要用香港来骗台湾，结果香港没想到被自己玩坏掉了之后，他总是要找一个成功的样板那这个成功的样板，我们现在就蛮担心，他在金门会不断的
透过各式各样的融合的这个手段啊，然后我看金门也蛮融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很多都还去那边买菜，什么小三通就直接早上去厦门买个菜回来的。所以其实对于金厦，我们会希望说，它要进行一个健康有序的这样子的一种两岸的交流，金厦的交流。那如果说你的金厦交流只是为了要让金门变成是一国两制的有实而无名的这样子的一个示范区，或者是成功的变成了是一个融合的样板的话，那我们陆委会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还是在既有的法律底下去看那哪一些东西我们必须要防啊？比如说小三通衍生出来的乱象，对，前一阵子也提到有很多这个代办啊，或者说有很多带货，然后甚至是走私交易这样子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个破坏了我们所谓的健康有序的情况。好，这些都有严格在抓慢慢要开始来啊。既然有看到这样乱象，我们当然就是要去处理。那另外来讲，政治上来说的话，那不就是又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聊的第一个议题上面去？所以我们会觉得说。甚至来讲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棒球队那他在筹组所谓的闽台棒球队，闽台队就融合了嘛，那这个闽台队先在厦门在金门轮流办比赛，那如果你打棒球就打棒球啊，可是你就不要搞一些这个政治性的一些议题进来那我们会担心什么？担心下一步是说，好，他就跟你讲说，这只是金门厦门的小朋友的棒球交流啊，那如果哪一天他也在厦门办了一个说，那我也找韩国、日本来比赛，结果有一个闽台队，它是国际比赛，那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变成自我矮化了？这样讲的时候，很多台湾内部的人就觉得，小题大做，就小朋友玩个棒球也要被你们讲成那种统战。很多这样子的这种说法，可是很多也就是说看到说，怎么讲，就是防微杜渐嘛。我们这样讲好了大家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谬论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别人来捅，搞不好是我们捅他，为什么要排斥交流？我们不是排斥交流，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交流有问题，你要让他来交流。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如果说今天我们身强体壮，但是也不是身强体壮到知道说你明明知道这个食物有毒，你还硬是要吃它。这个比喻好。对啊，所以简单明了。对，我们当然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身强体壮，我们不要怕交流，我们本来就不怕交流，可是我们不要有毒的交流，我们不吃。对，你明明就知道它有问题，你还要这个也可以变标题，不错。对啊，所以就像刚 KPI 有达标，就是刚刚实习讲说的说，很多人就会讲说你小题大做，小朋友打个棒球有那么严重吗？可是我们就会知道，明明就知道他就是在做统战，明明就知道他会跟你弄一个闽台队，要跟你融合，然后接下来可能也要破坏国际舆论上面的一个共识，觉得说台湾都要跟我们融合了，你外国人管什么？那你明明就知道说打棒球可以不用这样打，可以健康有序的打，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融合的打？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的话，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刚刚所提到的金门，确实我们有看到很多，他对于我们释放了很多的糖衣啦，但是这个背后是不是毒药？我们做陆委会，我们帮助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有毒的成分挑出来，没有毒的欢迎大家，有毒的部分我们提醒。我们就是做到提醒的这个工作。今天非常感谢陆委会副主委沈副主委沈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觉得你今天很赞，非常这个 KPI 有达标。我怕我明天就丢官，就要回东海教书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哦。谢谢，拜拜。